福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，贫道贤真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深入探讨《道德经》的第43章，还劳请诸位道友多多点赞和分享，一念随喜，功德无量。这个世界上最柔弱的东西，往往可以穿透最坚硬的物体。听上去似乎是一种悖论，但它所揭示的是老子对世界运行方式的深刻洞察。这一章的开头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：天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。这里的驰骋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快速奔驰，而是指自在的行于、穿行于能够畅通无阻的运行。这是一种带有抽象意味的动词，它强调的是柔弱之物在刚强之境中所展现出的那种无阻、自由、不受障碍限制的态势。在传统语言中，我们或许会以水来象征这种至柔的存在，但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，柔不是某一具体之物，而是一种力量的形式，是一种不对抗、不固执、不争先的方式。这种方式反而能够化解那些看似不可穿透的屏障。我们放到今天的语境下来看，在职场当中，人们习惯于用刚性思维解决问题，比如明确规则、加强控制、突出效率、惩罚失误等等。但越是刚性，越容易碎裂。一个制度设计得再完美，也难以应对现实中千变万化的人性与环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柔就显得尤为珍贵。比如一个优秀的管理者，往往不是通过威压手段让下属屈服，而是通过倾听、包容、共情、信任，让一个团队在看似松弛的状态中实现自发的协作。真正高效的管理不是靠管控堆砌出来的，而是靠信任感、弹性空间和持续的情绪稳定维护的。驰骋天下之至坚，在组织关系中还可以理解为制度外的影响力。一个人无权无势，但他若心性温和，行动真诚，处处为人设身处地，反而可以获得周围人的认可。他可能不依靠制度强力，但却能成为制度空隙中的粘合剂。那些能把人和人联系在一起，把冲突化解于无形的中间人，往往不是最强硬的角色，而是最会以柔克刚的存在。换句话说，一个组织的真实韧性往往不在规则的刚性中，而在关系的柔性里。再从家庭关系的角度来看，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沟通困难的局面，比如代际之间的观念差异，夫妻之间的情绪张力，亲子之间的理解断裂。传统的回应方式往往是我讲道理你得听，我是为你好你得接受，你必须这样做那样想。这些刚性的表达会让本来就脆弱的关系更加紧张。可若我们换一种方式，不去硬碰硬，不追求一时的输赢，而是选择先听一听，放一放，绕一绕，用柔性的语言和态度去缓冲那种情绪的锋芒，很多冲突就会慢慢化解。老子在这一章里并不是主张软弱，而是强调柔性的力量并不比刚性的弱，反而更为深远。因为它不像刚性那样一触即碎，而是能渗透、能包容、能持续、能转化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其实每一天都在验证这一点。那些在人群中真正具有影响力的人，往往不是最能说会道的，也不是最有背景资源的，而是那些能站在他人角度思考，能让人心安的人。他们未必发号施令，却能改变氛围；未必占据高位，却能让人愿意跟随；未必雷厉风行，却能把人心慢慢地带动起来。如果说前一句强调的是柔可以行坚，后一句则进一层表达了无可以穿有，无有入无间。这句话字面上或许略显抽象，但它所传达的是一种对无的理解与赞美。在物理世界中，再坚硬的结构也有缝隙，而无是唯一能真正进入这些缝隙的存在。它可以是空气，是水蒸气，是声音，是感知，是思想。它没有实体，
但却能弥散于实体之中，甚至改变实体本身的状态。在社会制度层面，无意味着非制度性的影响力，比如文化氛围、价值观认同、隐性规则、组织惯性，这些东西虽不可见，却对一个社会的运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现代公共治理已经越来越意识到，仅靠法律和规章的刚性设计远远不够，还需要柔性的支持系统，比如市民的公德水平、政府的服务态度、邻里之间的互信机制、社区自组织的活力，这些都是无的维度，是不可强制却影响深远的存在。我们若能承认并运用这些无形之物，才算真正走上了一种合乎自然之道的社会治理方式。而从自我修养的角度看，无有入无间带来的启示更为深刻。当我们沉浸在世俗经验中，往往倾向于追求有形的成果，比如头衔、收入、成就、掌声等等。但人内心深处真正的困境，往往不是这些东西能填满的。一个人在深夜无法入眠，是因为内心空虚；在光鲜生活中感到茫然，是因为灵魂迷失。这种无间，就是我们自身的那种幽微缝隙，是理性语言无法触及的区域。而能够进入这些缝隙，唤起真实感受的，恰恰是那些看似无的东西，比如一段真诚的交流，一场安静的独处，一种没有目的的创作，一回不被评判的流泪。所以老子才说，正是因为看到了无有入无间的事实，他才知道无为是有益的。无为之义指的是那些不是通过强制达成的影响方式，不是靠推、靠抓、靠占、靠逼，而是靠顺、靠引、靠空、靠让。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，其实都有机会去实践这种方式。比如在与人争执时选择暂停，而不是继续争赢；比如在推动事情时多做铺垫，而不是猛力推进；比如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接受，而不是抗拒。每一次无为都不是放弃，而是对力量使用方式的一种选择，是将影响力转化为势的过程。老子最后一句说：“不言之教，无为之义，天下希及之。”这句话既是一种总结，也是一种感慨。最有效的教化方式，不是靠口头说教，而是靠潜移默化的影响。最深刻的益处，不是靠行动去争取，而是在不争之中自然而得。现代人讲教育、讲引导、讲激励机制、讲榜样示范，其实都可以从这一句中汲取智慧。我们所希望他人改变的，不应靠反复灌输，而应靠自己言行中自然流露的品格与信念。这种方式不是没有力量，而是力量不外露、不逼迫、不浮夸，而是在看似无为中影响深远。在工作情境中，一个真正具有长远影响力的领导者，往往不靠说服，不靠命令，而是通过自身行为所展现出来的原则，让团队成员自发调整方向。在家庭关系中，一个让人敬重的长辈，也不是靠喋喋不休的劝导来感动后辈，而是通过长期以来稳定的态度和实际行动，形成某种无声的教育力。无言之教，是让人感受到这个人值得学，而不是他说的我得听。无为之义，是让人体验到他在我身边让我变好，而不是他管了我才不乱。最终我们会发现，真正值得敬畏的不是那些不断在台前喊话的人，而是那些静静在背后推动润物无声的存在。他们的力量不是在某一个时刻爆发，而是在长时间里穿透人心，就像水滴穿石，春风化雨，夜色入梦。没有人能准确描述这些力量的具体动作，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这些力量的真实效果。从这一章的主旨延伸到下一章，我们会进入一个更为哲学性的问题：什么是真正的价值？当柔胜刚，无入有，不言胜说。不为胜利，我们如何重新理解生命中那些看似无用的存在？下一章，老子会用一种极其简约的方式，带我们穿透一切语言和逻辑的外壳，进入一种道之本源的体验。
那不是在对道的描述，而是一次面对道的凝视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